Doomsday flood arrived. My boyfriend pushed me out of the safe house. When I opened my eyes again, I was touching a dry table. Looking at my boyfriend's disgusting face, I realized I had returned before the tragedy. After the shock faded, I recalled how he killed me in my previous life. In this life, I will stop all of this from happening. I must race against time now. 首先是确认信息，我迅速回到我那简陋的出租屋，反锁上门，拉上窗帘，打开电脑，凭借上意识的记忆，我再次找到了那个深藏在网络角落的加密频道。这一次，我要用他的背叛换我的新生。暴雨末日，我被最信赖的竹马男友背叛，重生归来，惩治负心汉，我绝不手软。尽管官方消息还在粉饰太平，只提及了异常的天气活动，但那些零散的专家内部讨论帖和异常的天文和地质数据与我记忆中的轨迹完全吻合。末日确实会在2周后，以一场持续数月并淹没绝大部分沿海和平原地区的超级暴雨拉开序幕，随后是秩序崩塌的漫长寒冬。确认了这一点，我反而彻底平静了。恐惧无用，后悔更无用。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活下去，并且要活得比任何人都好。我的积蓄不多，上一世全都给了江晨，结果为了负心狗，白白葬送了自己的性命。我立刻开始盘算，租地下室肯定不行了，洪水一来首当其冲，我需要一个高处，一个坚固的，易于防守且不易被注意的地方。我想起了城市边缘那座废弃的旧天文台，小的时候在孤儿院里受了欺负，我经常独自一人跑去那里大哭，没想到那个时候他庇佑了我，如今他又要庇佑我一次了。天文台坐落在一座孤立的小山包上，视野开阔，建筑主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当坚固，而且因为废弃已久，很少有人会去那里。那里将是我末日的堡垒，而且那里没有人注意，也不需要花钱。目标确定，下一步就是物资，钱却成了我最大的问题。我盘点了一下自己的银行卡、电子钱包，所有现金加起来不到5万块，这对于应对漫长的末日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我必须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并且要想办法筹集到更多的钱。我脑海里突然想到了借贷，同时我想起上一世江晨就是这个时候利用炒股获得了人生第1桶金。我凭借着上一世对未来几天股市微小波动的记忆，冒险用全部积蓄作为保证金，进行了几次高风险的短线操作。心脏在每一次买入卖出时都几乎跳出喉咙，但我别无选择。幸运女神这次似乎站在了我这边。3天后，我的资金翻了2番，变成了将近15万。我立刻收手，不敢再贪心。接着，我以准备山区支教物资为借口，联系了几个小额网贷平台，又凑到了几万块。我知道这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但末日来临，货币将变成废纸，这些债务自然烟消云散。最后，我咬牙用信用卡套现了最大额度，总共筹集了大约25万资金，这已经是我的极限。资金到位，我立刻开始行动。我首先去租车行，用假身份租了一辆性能不错的2手厢式小货车，然后驱车来到天文台。这一路上，我不停地在观察周围的路况，默默地在心里记路线、记地形。万一洪水来临的时候，我迫不得已需要外出，这也让我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好在我的记忆没有偏差，天文台坐落在一个山间的大平台上，多是粗壮的树木。几年过去，树木更加茂盛，使得天文台更加隐蔽，而周围的地面也被之前的工作人员修缮过，周围地势平坦，后面多是树，即便洪水爆发，也不会有山洪将我困住。暴雨末日，我被最信赖的竹马男友背叛，重生归来，惩治负心汉，我绝不手软。就天文台的铁门锈迹斑斑，锁链是我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粗重家伙，费了9牛2虎之力才装上。推开时，刺耳的嘎吱声在空旷的山顶回荡，惊起了几只栖息在窗棂上的乌鸦。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岁月腐朽的味道。这里比记忆中更加破败，但主体结构确实如我所料，异常坚固。圆顶观测室已经失去了它的玻璃穹顶，只剩下钢筋骨架指向灰蒙蒙的天空。但下面的几层房间，包括曾经的工作人员、休息室、设备间和储藏室，都还基本完好。墙壁是厚实的混凝土，窗户虽破，但位置很高，易于封堵。我没有时间感慨或怀旧。末日倒计时像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刃，随时都要落下。这驱使我不得不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运转。接下来的10天是我人生中最忙碌、最疲惫，却也最清醒的10天。每天凌晨，我开着租来的小货车，像幽灵一样穿梭在城市尚未苏醒的街道上。我的采购清单详尽到苛刻。首先，食物是重中之重，我避开大型超市，而是分批分次前往不同的批发市场。大米、面粉、真空包装的杂粮，每样都买足，足够一个人吃2-3年的量。大量的压缩饼干、军用罐头、肉干、果干，这些高能量且耐储存的食物塞满了半个车厢。各种维生素片、复合营养素片也买了不少。因为我的资金有限，不能用来给我的堡垒加装什么保鲜制冷系统，所以我只能大量囤积维生素，以防长期缺乏新鲜蔬果。食盐、白糖、食用油、酱油、醋等调味品也备了许多。水是重中之重，虽然末日来临时洪水席卷，
可是可饮用水却很少。我购买了10几个大型的储水桶，以及上百箱瓶装水，同时没有忘记购买多个高质量的净水器和水质净化片，毕竟雨水和后期可能找到的地表水需要处理。能源和生存工具也是末日生存的关键，我购买了大功率的充电宝，备上了几块太阳能充电板，以及虽然噪音很大，但是却效率很高的柴油发电机，同时备上了大量的柴油。仔细检查后，我又补充了强光手电、头灯、备用电池、蜡烛、打火机、木棒、斧头、工兵铲、多功能刀具、铁丝、绳索等求生工具。我看着银行卡里的钱越来越少，心里也有些发慌，可怕，眼下我还缺一个最重要的品类，医疗用品。可是我的存款不足以支撑我购买后续的药物了。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江晨的电话突然在我耳边炸起，我吓得哆嗦了一下，看着他的名字，我才想起他这个人。这几天我忙得像个陀螺，对末日来临的恐惧和满满的求生欲，让我无暇顾及别人。我挂掉了他的电话，可是他似乎不达目的不罢休，在我接连挂断几个后，他还在坚持打。我不理解他坚持的意义。这个时候，他的身边应该已经有了新欢，他为何突然给我打电话？手机屏幕上，江晨的名字不停地闪，我盯了好久，银行卡上的数字慢慢和他的名字重叠。或许我可以从江晨这里想想办法。上一世我给他花的钱加起来，光是利息都足够我买囤药的物资了，这也该还给我一点利息了。想到这里，他的夺命连环电话也显得没有那么刺耳了。我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我接起电话。小暖，你怎么才接电话？这几天给你发消息也不回，你去哪儿了？我很担心你。听着这熟悉的口吻，我那冰冷的心没有泛起丝毫涟漪，只有一种近乎恶心的厌烦。前世我就是被这种虚伪的关切蒙蔽了双眼，如今这声音只会提醒我雨水中那张冷漠的脸。我压下翻涌的情绪，语气刻意带上一丝疲惫、疏离和病态。没什么，最近有点私事要处理，比较忙。什么私事比我们还重要？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为未来努力吗？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说说，也许我能帮你。未来，我在心里冷笑，我们的未来就是被你亲手推入洪水之中。我顺着他的话，故意流露出一点犹豫和脆弱。是遇到点麻烦，我最近……算了，我不想连累你。小暖，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快告诉我，到底怎么了？鱼儿上钩了，我心中一片冰冷，语气却带着哽咽。我通过了留学申请，需要学费和出国的生活费。我把所有的积蓄都凑上了，还差好几万，我实在没办法了。我编造了一个看似合理又难以立刻核实的理由。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几乎能想象到他此刻正在飞快地权衡利弊。按照他潜意识的轨迹，他手里应该已经通过炒股赚了一些钱，但距离他想要的生活还远远不够。我不确定他是否会为了维持深情人设而掏钱，但是我只能赌他会权衡利弊，赌他不会放弃我这块到嘴边的肥肉。按照我之前的习惯，我即便出国也不会和他分手，而且出国之后我会挣更多的钱，到时候他的选择也多起来了。需要多少？他终于开口，声音听起来有些沉重。5万，我知道这很多，但我真的……江晨，等我留学回来，我一定把这个钱加倍的挣回来。这个机会太不容易了，我不想放弃。5万，小暖，你别急，我最近炒股市赚了一点，但大部分都套在里面。这样，我先给你转2万应急，你看行吗？剩下的我们再一起想办法。2万比我预期的要少，但聊胜于无，这大概是他目前愿意为维持我这个备胎或潜在资源而付出的最高成本了。也好，足够我购买一批关键的药品了。江晨，谢谢你。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充满感激和感动。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你的。说什么傻话？你先解决眼前的困难。对了，你最近神神秘秘的，就是为了这个出国的事情吗？连见面都没时间了。我含糊的应道，不想与他过多纠缠。手续很繁琐，还要准备很多材料，所以特别忙。等我这阵子忙完了再好好谢你。挂断电话，我看着手机屏幕按下去，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激，只有冰冷的算计和一丝如愿以偿的快意。2万块足够我补齐最关键的医疗物资了，这就当是他偿还的第一笔利息。钱很快到账，我没有丝毫耽搁，立刻驱车前往不同的药店。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依旧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抗生素、消炎药、止痛药、感冒药、肠胃药、纱布、绷带、酒精、碘伏以及治疗常见病的药物，几乎搬空了偏僻角落里各个小药店的非处方库存。我还特意准备了一些抗抑郁、安眠的药物。末日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或许必要的时候能用得上。这些药品在秩序崩溃后将比黄金更珍贵。随着最后一批药品被小心翼翼地藏进天文台储藏室的角落，
我的物资储备工作终于接近尾声。望着堆满半个房间的物资，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但紧绷的神经并未完全放松。除此之外，我又利用富裕的钱补充了一些其他物资，衣物和寝具也是末日生活质量的保障。4季的衣物，特别是保暖的羽绒服、防水冲锋衣、速干衣、厚袜子、手套、帽子等，甚至我还购买了几套坚固的登山装备，以及厚厚的毛毯、睡袋。除此之外，我还购买了一些书籍，一部分是在末日来临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另一部分则是可能用到的工具书，例如一些农业、工业及户外生存指南等。最后，我购买了一些零散的种子，看着它们一颗颗的散落在袋子里，我心里有些感慨，这是末日来临之际陪在我身边唯一的生命了，希望它们还有破土而出的机会。采购过程极其繁琐和劳累，我每天像蚂蚁搬家一样，开着租来的车，将物资一批批运往早已踩好点的废弃天文台。我选择在深夜或者清晨人迹罕至时运输，并将车辆停在远处，徒手或用小推车将物资搬进天文台内部一个隐蔽的、保存完好的观测室兼设备间。这个过程耗费了我将近10天的时间，身体疲惫到了极点，但精神却异常亢奋。在此期间，我以准备资料、复习考试为由，切断了与江晨的所有联系。他打来过几个电话，发过信息，语气从最初的疑惑到后来的不耐烦，甚至带着一丝质问，问我为什么突然冷淡。我一律冷淡回复，借口事情多，太忙了，没听见等，或者干脆不接。想象着他可能在为如何讨好新欢而费心，对我这边的小插曲并未太过在意，我心里就一阵冷嘲。他大概还在做着左拥右抱的美梦，却不知死神正在倒计时。在末日来临前3天，我的安全屋初具规模，物资堆积如山，我仔细地用防水布盖好。我对天文台唯一的入口进行了加固，用找到的废旧钢材和木材做了简单的障碍和伪装。我甚至利用山势找到了一处细微的渗水点，用容器接着，作为备用的水源补充。现在只欠东风。那场淹没一切的暴雨，末日前的最后2天，城市依旧喧嚣，人们忙碌着各自的生活，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一无所知。一种诡异的平静笼罩着一切。我最后一次检查了安全屋，确保万无一失，然后我彻底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提前1天，带着新鲜的蔬菜水果和一些熟食，悄然进入了天文台，从内部锁死了通道，坐在昏暗但安全的观测室里，听着外面山风吹过荒草的呜咽声，我内心无比平静。这一次，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终于，预言中的那一天到了。天空先是呈现出一种不祥的昏黄色，空气闷热得让人窒息。午后，远天传来了沉闷的雷声，乌云如同黑色的潮水，从地平线尽头汹涌而来，迅速吞噬了整个天空。白天瞬间变成了黑夜，紧接着雨点砸了下来，不是滴，不是串，而是如同天河倾泻，整盆整盆的倒下来。密集的雨点打在天文台厚重的穹顶和墙壁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视线完全被水幕遮蔽，窗外一片模糊，洪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山下汇聚，原本的公路、田野迅速消失，变成一片浑黄的汪洋。我通过高倍望远镜，冷静地观察着山下那座正在被洪水吞噬的城市，灯火在暴雨中一片片熄灭，隐约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惊恐的尖叫和混乱的声响，世界正在分崩离析。我的心中没有怜悯，只有劫后余生的冰冷。我打开一个罐头，慢慢地吃着，食物填满了肠胃，也坚定了信念。突然，我注意到望远镜的视野里，山下远处一栋高层建筑的楼顶，似乎有几个人影在挣扎。洪水已经淹到了楼下，他们无处可逃，距离太远，看不清面容，但那种绝望的姿态，隔着暴雨都能感受到。我面无表情地移开了望远镜。这不是心软的时候。末日里，最先死去的，往往是那些还有无畏善心的人。上一世的教训足够深刻。暴雨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日夜不停地倾泻，仿佛要将整个天空都倒空。我坐在休息室的单人床上，看着满目的物资，心里充满了安全感。我拍了张照片，照片里有足够的吃食，有干净的饮用水，还有数不清的取暖设备。这里看起来就像末日里的世外桃源一样。我将照片发给了江晨，我不确定他现在是否还能收到。狂风暴雨再次席卷这座城市，和暴雨一起来的还有江晨的催命般的电话。他断断续续的打来，从最初的质问和不耐烦，到后来的惊慌与求助，他的语气一次比一次绝望。我一律选择无视，或者直接挂断。但这一次，看着屏幕上那个闪烁的名字，我鬼使神差的按下了接听键，甚至打开了录音功能。我想听听他最后的挣扎。小暖，小暖是你吗？求求你接电话，救命啊！电话刚一接通，江晨几乎是哭喊着的声音就冲了出来，背景是巨大的雨声和隐约的哭泣声，是那个女孩。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如同世界末日般的景象，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江晨，信号不好，有事吗？小暖，你在哪里？你是不是提前准备了？
你骗我的钱就是为了买这些东西，对不对？我们这里快被淹了，物资根本不够，水已经快到3楼了，官方救援根本来不了。小暖，救救我！看在我们一起长大的份上。哦，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知道什么重要吗？你不是有你的新欢陪着你吗？2个人互相取暖，应该没那么冷吧？电话那头猛地一滞，随即是江晨更加急切的辩解，甚至带上了哭腔。小暖，你误会了，那个女孩，她只是我远房表妹，对，是表妹，来找我玩的。我当时是怕你多想才没说实话，我心里只有你啊，小暖。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表妹，江晨，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把我当傻子，你们搂在一起的样子可不像表兄妹。再说，是不是表妹对我而言已经无所谓了。不，小暖，是我的错，都是我鬼迷心窍。江晨的声音充满了绝望的悔恨，但我听不出半分真诚，只有穷途末路的算计。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花你的钱，我不该那样对你，我混蛋，我不是人。但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告诉我你在哪里，让我过去找你，当牛做马我都愿意。我可以把我手里的物资都还给你，加倍还给你。还给我！我的声音冷了下来。你用我的钱买的东西，养着别的女人，现在走投无路了，想起要还给我了？哼，江晨，你的算盘打得真响，可惜我不需要了。我的地方很小，只够我一个人容身。小暖，你不能这么狠心，我们会死的，真的会死的。那个女孩的哭声清晰地传了过来，带着歇斯底里的恐惧。陈哥，求求他啊，把地址要过来，我不想死。听着那曾经觉得娇俏，现在只觉得刺耳的声音，我心底最后一丝因为过往而生出的微弱波澜也彻底平复了。听到了吗，江晨，你的表妹在催你呢，省点力气吧，或许还能多撑一会儿。祝你们好运。苏小暖，你见死不救，你这个毒妇，你不得好死。我告诉你，如果我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不得好死。我重复着这4个字，眼前闪过上一世在冰冷洪水中窒息的感觉，嘴角勾起一个残酷的弧度。江晨，比起被最信任的人推入地狱，孤独的死在洪水里，我对你算是一种仁慈了。至于你说的做鬼，放心，如果真有地狱，我们谁先下去还不一定呢。你和你那位好好享受着最后的时光吧。说完，我不再理会电话那头传来的恶毒咒骂和绝望哭喊，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干脆利落地将这个号码拉黑。世界终于清静了。我走到物资堆前，打开一盒黄桃罐头，甜腻的汁水滑入喉咙，带来一丝真实的甜意。窗外是毁灭的世界，窗内是我用智慧和决绝换来的生机。仇恨并未消失，但它已经从灼烧灵魂的毒焰，变成了支撑我冷静活下去的冰冷基石。天文台内虽然暂时安全，但潮湿和寒冷无孔不入。我点燃了准备好的固体酒精炉，小小的蓝色火焰带来了一丝暖意，也驱散了些许黑暗中的压抑。发电机我暂时还舍不得用，柴油是宝贵的战略资源，必须留在最关键的时刻。太阳能充电板在连续阴雨的情况下几乎失效，我只能依靠多个大功率充电宝轮流给手机和收音机供电，尽可能节省电量，以获取外界的信息。最初的几天，收音机里还能断断续续收到一些官方讯号，无非是安抚民众，要求大家留在高处等待救援，通报一些临时避难所的位置。但信号越来越弱，夹杂着越来越多的电流杂音和绝望的呼救。很快，所有的官方频道都陷入了一片死寂，秩序正在迅速崩塌。我通过望远镜能看到远处高楼里偶尔闪动的微弱光亮，那可能是幸存者在使用最后的能源。也曾看到橡皮艇或自制木筏在浑浊的洪水中艰难前行，但往往不是被风浪打翻，就是消失在视野尽头，生死未卜。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正在这片汪洋之上赤裸裸的上演。我像一只冬眠的动物，尽量降低自己的活动量，减少食物和水的消耗，每天只吃2顿，主要是压缩饼干及罐头和少量维生素片。水则严格控制定量，虽然储备相对充足，但谁也不知道这场灾难会持续多久。大部分时间，我裹在厚厚的睡袋里，听着外面永无止境的雨声，靠着阅读带来的书籍和回忆前世今生的点点滴滴来保持头脑的清醒，对抗着几乎要将人逼疯的孤寂。暴雨在持续了将近1个月后，终于渐渐变小，然后停了，但天空依旧是铅灰色的，太阳似乎永远被隔绝在了云层之上。洪水没有立刻退去，世界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汪洋，死寂而冰冷。温度开始急剧下降，真正的寒冬来临了。我庆幸自己准备了充足的保暖物资，厚重的羽绒服、睡袋和毛毯，以及有限的柴油发电机提供的热量，让我能够抵御这刺骨的寒冷。
我小心翼翼地计算着柴油的消耗，只在最冷的时候才启动发电机取暖，平时则依靠多层衣物和活动保暖，食物和水的消耗也在严格控制之下。虽然储备丰富，但谁也不知道这场寒冬会持续多久。我主要食用耐储存的罐头和压缩食品，偶尔开一包肉干或者维生素片补充营养。净水器派上了大用场，收集的雨水经过过滤后可以安全饮用。但孤独是比饥饿和寒冷更可怕的敌人，尤其是在漫漫长夜，只有风声和水声作伴的时候，上一世的惨死和这一世的孤寂会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人逼疯。我强迫自己忙碌起来，整理物资，记录日记，甚至尝试用找到的旧纸笔写下一些东西，或者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只为保持语言能力。那些安眠药和抗抑郁药被我锁在了箱子最深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触碰。我知道，心理防线一旦崩溃，一切都完了。时间的概念变得模糊，我不知道具体过去了多久，只能根据手机残存的电子日历和日记上的划痕来估算。大概是在洪水后的第3个月，我第一次发现了外界的活动迹象。那天下午，我正在检查封堵窗户的木板是否牢固，突然听到了一阵微弱但清晰的发动机马达声，由远及近。我的心猛地一紧，立刻熄灭了室内所有可能的光源，拿起望远镜，小心翼翼地凑到高处的一个观察孔。只见远处的水面上，一艘简陋的用各种材料拼凑而成的小船，正朝着我所在的这个方向缓慢驶来。船上有3、4个人影，穿着臃肿，看起来十分疲惫，他们似乎在寻找可以落脚的高地。我的心跳加速，这是洪水之后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还活着的人。小船在天文台所在的山脚下绕了一圈，显然发现了这条通往山顶的旧路。虽然被洪水淹没部分，但依旧隐约可见。他们停了下来，指指点点，似乎在争论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小船试图靠岸，但山势陡峭，水面下情况复杂，他们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最终，他们似乎放弃了登陆的打算，但也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停在相对平静的水域，开始从船上拿出工具，似乎是在钓鱼。我屏住呼吸，不敢有丝毫大意。我仔细打量着他们，这些人看起来面黄肌瘦，但眼神却带着一种幸存者特有的警惕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凶狠。他们的武器就放在手边，是磨尖的钢筋和自制的鱼叉。我注意到，其中一个人抬头望向山顶的天文台时，目光停留了许久。虽然距离很远，但我似乎能感觉到他眼神中的审视和算计。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大半天，钓到了一些鱼，升起了小小的火堆。烟雾袅袅升起，在这死寂的世界里格外显眼。这很危险，可能会引来其他不怀好意的人，但他们似乎顾不了那么多。傍晚时分，他们终于发动小船离开了，但在离开前，那个曾长时间注视天文台的人又回头深深地望了一眼。我知道这里不再绝对安全了，很明显这个天文台已经暴露了。此后的几天，我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我将武器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睡眠很浅，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惊醒。我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并且提前进行了加固。果然，在大约1周后，一个深夜，异动发生了。先是听到了一阵细微的，像是物体摩擦岩石的声音。我立刻惊醒，握紧了身边的斧头，悄无声息地移动到门后的阴影里。通过门板的缝隙，我隐约看到山下有微弱的光斑晃动，并且伴随着压低的交谈声。他们来了，而且不止一个人，声音越来越近，显然是在沿着山路向上摸索。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肾上腺素飙升。我检查了一下门栓和加固的障碍物，确认足够坚固。这地方真够偏的，路还这么难走。一个粗哑的男生抱怨道。少废话，上次老六他们来看过了，这顶上有个大房子，看着挺结实，肯定有人占了。能在这鬼地方活下来的，肯定有货。另一个阴沉男说。小心点儿，别阴沟里翻船。听声音，至少有3个人。他们终于摸到了天文台门口的小平台，手电光在铁门上扫来扫去。锁着的还加固过。那个阴沉男说。里面的人听着，我们不想惹麻烦，就是路过，讨点吃的喝的，行个方便，我们马上就走。我屏住呼吸，一言不发。我知道这是试探，一旦示弱或者开门，后果不堪设想。见里面没有回应，外面的人有些不耐烦了。哥们儿，听见没有？这世道，多个朋友多条路，我们只要点物资，保证不伤人。我依旧沉默，黑暗中我能听到自己心脏咚咚直跳的声音。敬酒不吃，吃罚酒。粗哑男生骂了一句，撞开他。紧接着沉重的撞击声响起。他们开始用身体或者工具撞击铁门，铁门和后面的障碍物发出沉闷的响声，但纹丝不动。我当初安装时费了大力气，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撞了几下，门没开，外面的人停了下来。大哥，这门太结实了，撞不开呀。找找看有没有别的入口。阴沉男命令道。一阵窸窸窣窣的搜寻声，
天文台窗户都很高，而且我从内部用木板封死，他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突破口。妈的，这地方像个碉堡。有人骂道。就在这时，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不能让他们以为这里可以随意来去，我必须展示力量，让他们知难而退。我悄悄移动到一扇被封死且位置较高的窗户后面，猛地用斧头背敲击了一下木板，发出巨大的声响，同时用刻意压低的带着些沙哑凶狠的声音吼道：滚，再靠近一步，死！外面瞬间安静了，显然我这突如其来的反应和充满杀气的警告震慑住了他们。过了一会儿，那个阴沉男的声音再次响起，语气缓和了一些，但依旧带着威胁。朋友，火气别这么大，我们也是没办法。这样，你从窗户缝里给我们扔点吃的，我们立刻就走，以后绝不再来打扰。做梦！我斩钉截铁地拒绝。我这里什么都没有，立刻滚！否则，下一声就不是敲木板了。我再次用斧头重重敲击木板，发出更大的声响。外面陷入了沉默。我能想象他们在权衡利弊，他们应该能想到强攻一个未知的并防守严密的堡垒风险极大，尤其是在这末日，受伤几乎等于死亡。良久，阴沉男带着不甘说道：好，算你狠，我们走，但你别后悔。脚步声和咒骂声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黑夜中。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才发现自己浑身都被冷汗湿透了。握着斧头的手因为用力过度而在微微颤抖，这只是第一次冲突。我知道，随着时间推移，资源日益匮乏，这样的威胁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我不能再被动地躲藏下去了。第二天天亮后，我仔细检查了门口，发现了一些脚印和撞击的痕迹。我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防御工事。我在通往平台的必经之路上，利用山石和砍伐的树木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和陷阱，有简单的绊索、陷坑等。同时，我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使用武器，主要是工兵铲和斧头，力求在必要时能有一战之力。我也开始更积极地探索天文台内部和周围环境，寻找可能被忽略的资源或出口。在一个几乎被遗忘的通往山下的小型泄洪通道里，我有了意外的发现。通道大部分已被淤泥堵塞，但清理之后，或许能成为一个秘密的应急出口或取水点。这给了我一个新的希望和选择。日子在高度警惕和不断劳作中一天天过去，寒冬似乎没有尽头，洪水也退得很慢。偶尔还能看到远处有船只活动，但我都尽量隐藏自己，避免接触。某一天，我在用望远镜观察远方时，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标，那是我和江晨曾经约定的安全屋所在的大致方向。那是一片高档公寓区，地势相对较高，但此刻那里只剩下几节露出水面的楼顶，毫无生机。江晨和他那个所谓的表妹，可能早已化作了洪水中的枯骨，也可能在某处停留，互相搀扶着寻找物资。想到这一点，我的心中没有快意，也没有悲伤，只有一片冰冷的虚无。过往的一切，连同那个曾经愚蠢天真的自己，都彻底被埋葬了。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孤独的末日幸存者。我的世界只剩下这座废弃的天文台和活下去的冰冷意志。然而，就在我以为生活将永远这样持续下去的时候，转折点再次出现。那是在一次清理泄洪通道的劳作中，我意外地在通道侧壁的裂缝深处，发现了一个被防水油布紧紧包裹的陈旧的小型金属箱，上面甚至还有一把老式的密码锁。这个意外的发现，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在我平静的心湖中漾开了一圈新的涟漪。末日求生之路似乎又增添了一丝未知的色彩，而我深知，在这片被洪水洗刷过的残酷世界里，任何未知都可能既是机遇，也是致命的危险。我抚摸着冰凉的金属箱，看着外面依旧灰暗的天空和茫茫水域，我知道事情还远未结束。金属箱触手冰凉，表面的锈迹斑驳，诉说着被遗忘的岁月。密码锁是老式的转轮锁，看起来相当坚固。我将其从裂缝中取出，掂了掂，分量不轻，里面显然有东西。将它带回相对干燥安全的观测室，我并没有立刻尝试打开。末日教会我的第一课就是谨慎，任何未知都可能潜藏危险，也许是物理陷阱，也许是更可怕的生物或化学污染。我将其放在角落，观察了整整一天，确认没有任何异常反应后，才决定行动。我没有试图去破解密码，那太耗费时间且不确定。我直接找来了工具包里的钢锯和锤子及凿子。对付这种老式锁具，暴力破解往往更直接有效。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在空旷的天文台内回荡，我小心控制着力度，避免损坏箱体本身。经过20多分钟的努力，锁舌终于咔嗒一声断裂。深吸一口气，我用一根木棍挑开了箱盖，自己则退后几步，屏息等待。没有预想中的毒针或烟雾，箱子里静静地躺着几样东西。最上面是一本用防水袋仔细包裹的皮革封面笔记本，纸张已经泛黄，但字迹清晰。下面则是一些零散的物品，一个老旧的罗盘，指针依然灵敏，几支用密封管装着的铅笔，
一小卷看起来质量极好的鱼线和一个鱼钩。最让我心跳加速的是，一个扁平的铁盒里竟然整齐地排列着几十片净水药片和一小瓶碘酒。虽然年代久远，但密封完好，或许还能使用。此外，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材质特殊的防水地图，地图下面压着的是一把女士的左轮手枪，小巧精致。盒子的夹层里码放了整整齐齐的子弹，我摸着这冰冰凉凉的触感，心脏在胸腔里跳动得异常快速。这把手枪的来临为我的安全做了最大的保障。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笔记本，翻开第1页，上面用刚劲有力的笔记写着：观测日志，陈景明，1925至1997。这是一位老天文工作者的日记。我快速翻阅，前面大部分是专业的天文观测记录和枯燥的日常工作，但越到后面，尤其是接近1997年的部分，日记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笔记时而潦草，时而凝重，记录的不再仅仅是星辰，更多的是对当时一些异常气候现象和地质活动的担忧和推测。他甚至提到了一些基于自己观测数据的大胆预言，关于气候临界点和全球性水循环失衡等，其前瞻性让我心惊肉跳。最后一篇日记停留在1997年秋天，只有寥寥数语：征兆愈发明显，恐非杞人忧天，留此枪于通道。若后来者得见，可用此枪做简易防身，不可作恶，望能有所注意。此地坚固，可暂避风雨。珍重，陈景明落笔。合上日记，我久久无言。这位素未谋面的陈景明先生，在近20年前就已经凭借他的专业和敏锐，窥见了末日的影子。他留下这个箱子，或许只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对未知的忧虑，却阴差阳错的，在近20年后，给了另一个绝望的幸存者一丝微弱的慰藉和共鸣。我摩挲着粗糙的皮革封面，仿佛能感受到那位前辈在离去前的沉重心情。在这个崩坏的世界里，知道曾经有人同样清醒的痛苦过，准备过，让我那种蚀骨的孤独感稍稍减轻了一丝。箱子里其他东西虽然不多，但都非常实用，尤其是在资源日益匮乏的当下。那张防水地图覆盖范围很广，包括了城市周边的详细地形，甚至标注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小路和山地水源点。这对我未来可能的外出探索极具价值。我将箱子里的物品妥善收好，特别是那本日记和手枪，它不仅是实用的记录，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这个发现像是一针强心剂，提醒我，即使是在最绝望的境地，智慧和准备依然能带来生机。然而，现实的威胁从未远离。就在我发现箱子的第3天夜里，那艘小船再次出现了，而且这次是白天。当时我正在用小型望远镜观察水面情况，远远就看到那艘拼凑的小船不再是漫无目的的徘徊，而是径直朝着我所在的这座小山驶来。船上有4个人，比上次多了一个，而且他们手里拿着的不再是简单的鱼叉，我隐约看到了反光，是砍刀，甚至他们还有一把土制猎枪。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他们果然贼心不死，而且这次是有备而来，武器升级了。小船没有试图在山脚下停留，而是直接寻找了一处相对平缓的斜坡，不顾一切地将船靠了上去。4个人动作麻利地跳下船，用绳索将船固定好，然后开始小心翼翼地沿着我设置的障碍区向上摸索。我紧握手枪，心跳加速，不知道这场末日里的遭遇战会有怎样的结局，但我知道，正是这位素未谋面的陈景明先生留下的准备，给了我面对危机的勇气和手段。在这个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的世界里，我突然理解了陈景明在日记最后写下的那句珍重的深意。那不仅是一声道别，更是一种对未知命运的尊重和对生命延续的期许。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我都会珍重，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曾经努力保存人类智慧火种的人。因为即使在末日，人类的智慧和善意依然值得被传递下去。我立刻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检查了所有出入口的加固情况，将斧头和磨尖的钢筋长矛放在手边最顺手的位置，手枪也举在手里，时刻准备着。我知道，这一次恐怕无法再靠恐吓轻易逼退他们了。他们见识过这里的坚固，还敢再来，必然是下了决心，要么是走投无路，要么就是认定这里有他们必须得到的丰厚物资。我移动到高处的一个隐蔽观察孔，冷冷地注视着他们的行动。他们很谨慎，一边拨开荒草，一边用棍子试探地面，显然是在提防陷阱。我设置的那些简易绊索和陷坑起到了一定的阻碍和警示作用，延缓了他们的速度，但并未能造成实质性伤害。领头的正是上次那个阴沉男，他手里握着一把砍刀，眼神凶狠地扫视着上方。另外3人紧随其后，其中那个粗哑嗓音的壮汉扛着一把消防斧，还有一个瘦高个手里拿着一把改装过的射钉枪，最后面那个相对年轻些的则紧张地握着一把匕首。大哥，这鬼地方还真他妈邪门，这么多绊子。壮汉抱怨道。闭嘴，越是这样，越说明里面有货。阴沉男低喝道。都打起精神，拿到东西，够我们撑过这个冬天了。他们终于突破了外围的障碍，来到了天文台主体建筑下的小平台。4个人呈扇形散开，
打量着被加固的铁门和封死的窗户。里面的人听着。阴沉男再次开口，这次语气更加不善。上次给过你机会了，识相的自己把门打开，分我们一半物资，我们扭头就走，保证不伤你性命，不然等我们攻进去，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我依旧沉默，但握紧了手中的长矛和手枪，妥协就是自杀，我深知这一点。见没有回应，阴沉男不再废话，对壮汉使了个眼色。强子，试试门。那个叫强子的壮汉抡起消防斧，狠狠地朝着铁门的门锁部位劈去。巨大的撞击声在山顶回荡，铁门剧烈震动，但门栓和后面顶着的粗重木桩异常坚固，第一斧并未奏效。一起上！阴沉男吼道。另外两人也上前，用砍刀和射钉枪攻击门轴和门板的薄弱处。射钉枪砰砰作响，钉子打在金属门上，迸射出火星。我意识到不能再让他们这样持续攻击下去，铁门再坚固也经不起长时间的破坏，我必须主动出击，打乱他们的节奏。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狂跳的心脏，将手枪插回后腰，双手握紧了那根磨尖的钢筋长矛。我不能一开始就暴露手枪这张底牌，那会让他们意识到巨大的实力差距，从而可能采取更极端、更不计代价的攻击。我必须先用冷兵器制造威慑，让他们知难而退。我移动到一扇位置较高且已被我内部加固，但留有一条观察缝隙的窗户后，看准那个正在用射钉枪攻击门轴的瘦高个，用尽全身力气将长矛猛地从缝隙中刺出。一声惨叫响起，这一矛又准又狠，直接刺穿了瘦高个握着射钉枪的手臂。他惨叫一声，射钉枪脱手掉落，整个人踉跄着后退，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袖。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让外面四人顿时一阵慌乱。大哥，里面的人动手了。壮汉强子停止了劈砍，紧张的后退一步。阴沉男脸色更加难看，他迅速扫了一眼受伤的同伴，眼神中的凶光更盛。敢伤我兄弟，老子今天非扒了你的皮！他怒吼道。强子，继续砸门。猴子，你绕到后面去看看有没有别的缺口。小刀，你照顾一下老六。那个叫小刀的年轻男子连忙扶住受伤的瘦高个老六，试图给他包扎，而那个被称为猴子的矮小灵活的男子则应了一声，开始小心翼翼地沿着墙根向建筑后方摸去。我的心一紧，后方的泄洪通道虽然隐蔽，但如果被仔细搜查，未必不会被发现。我必须阻止他。我再次移动到另一个观察孔，看到猴子正贴着墙壁，鬼鬼祟祟地往后挪。我捡起一块早就准备好的拳头大小的石块，估算好距离，狠狠地朝他砸去。石块带着风声落下，虽然没有直接砸中，但就落在猴子脚边，溅起的泥水吓了他一大跳。大哥，上面在扔石头。猴子惊叫道，不敢再轻易前进。废物！阴沉男骂了一句，亲自抡起砍刀，和强子一起更加疯狂地劈砍铁门。连续的巨响冲击着我的耳膜，铁门开始出现明显的凹陷，门轴处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声，后面的木桩也开始松动。我知道门撑不了多久了，不能再犹豫了。我回到正门的观察孔，用冰冷到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说道：最后警告，立刻离开，否则下一枪打穿的就不是手臂了。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劈砍声间歇的瞬间，清晰地传到了外面。外面的动作猛地一停，阴沉男和强子都愣住了，他们显然没料到里面的人会有枪。枪？他怎么会有枪？强子的声音带着一丝恐惧，阴沉男眼神闪烁，死死地盯着铁门，似乎在判断真假。虚张声势，真有枪早开了。他咬着牙，试图给自己和同伙打气，但语气已经不如之前强硬。不信？我冷笑一声，抬手对准他们上方一块突出的岩石，轰！清脆的枪声在山谷间回荡，惊起远处一片飞鸟，岩石上迸溅出一簇火花。这一枪彻底击碎了他们的侥幸心理。真实的枪声远比任何威胁都更有说服力。四个人瞬间脸色煞白，连受伤的老六都忘了呻吟。这真有枪！猴子吓得差点瘫软在地，阴沉男脸上的肌肉剧烈抽搐着，眼神里充满了不甘和愤怒，但更多的是对热兵器的本能恐惧。他们手里的砍刀和斧头在枪面前简直就是笑话。朋友，误会，都是误会。阴沉男瞬间变脸，语气软了下来。我们这就走，千万别开枪。滚！我只回了一个字。好，我们滚，我们马上滚。阴沉男连忙示意手下搀扶起老六，四个人狼狈不堪，连滚带爬地向山下逃去，连固定在岸边的船都差点忘了解缆。我看着他们仓皇逃窜的背影，直到确认他们乘船远离，消失在茫茫水面上，才缓缓松了口气，后背已经被冷汗完全浸湿，握枪的手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高度紧张后的脱力。这一次，我凭借手枪的威慑力惊退了他们，但我知道麻烦远未结束。他们见识了这里的防御，也知道了这里有枪，这可能会成为更大的诱惑。更关键的是，他们活着离开了，
消息很可能会传开，这座天文台已经不再是秘密，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更强大的幸存者团体盯上这里。单纯的固守恐怕不是长久之计。经过这次激烈的冲突，我意识到安全屋的暴露只是时间问题，我必须加快步伐，为可能到来的转移或更长期的围困做准备。陈景明先生留下的地图和罗盘成了无价之宝。我花费了几天时间，仔细研究地图，结合望远镜的观察，规划了几条可能的撤离路线。地图上标注的一些山地水源点和隐蔽小路，在洪水未完全退去的当下，或许能提供关键的补给和藏身之所。泄洪通道的清理工作也被我提上日程。这是一项极其耗费体力的工程，通道内淤泥深厚，还混杂着碎石和腐烂的植被。我每天像土拨鼠一样，一点一点地挖掘、搬运，进度缓慢，但每前进一分，就多一分希望。与此同时，我更加严格地控制物资消耗，并开始有意识地将一部分最重要且最便携的物资，如药品、净水片、高能量食物、手枪和弹药，打包成一个紧急逃生背包，随时可以背起就走。日子在提心吊胆和繁重劳作中又过去了1个月。洪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慢下降，一些更高的地势开始露出水面，形成了星星点点的岛屿。气温依旧很低，但最严寒的阶段似乎已经过去，偶尔甚至能看到云层缝隙中透出的苍白无力的阳光。收音机里依旧是一片死寂，这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我和这片无边无际的汪洋。然而，生命的韧性总是超乎想象。那是一个天色灰蒙的下午，我正在清理通道，突然听到山下传来微弱的呼救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和绝望。我立刻警惕起来，拿起望远镜观察，只见在山脚下一片露出水面的礁石区，卡着一艘小小的甚至几乎散架的木筏，木筏上趴着一个女人，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看起来虚弱不堪。她周围没有其他人，是陷阱。这是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经历了上次的事件，我对任何外来者都抱有极大的怀疑，或许也可能是那伙人派来诱骗我开门的诱饵。我按兵不动，冷冷观察，那个女人呼喊了一阵，似乎耗尽了力气，趴在木筏上一动不动，只有偶尔的抽搐显示她还活着。天色渐晚，气温在下降，如果放任不管，她很可能活不过今晚。我的内心陷入了激烈的挣扎，救还是不救？理智告诉我，末日之下，仁慈往往是取死之道。她可能是伪装的，附近可能埋伏着同伙，救下她会消耗我宝贵的资源，更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风险。我自身难保，何谈救人？但看着她孤零零趴在冰冷的礁石上，那种无助和绝望，又勾起了我内心深处一丝尚未完全泯灭的同情。我想起了上一世自己被抛弃在洪水中的那一刻，如果当时有人能伸出援手，不，我猛地摇头，强行压下那点软弱的情绪。我不是救世主，我活下来已经拼尽了全力。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残酷，对别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我决定无视，转身准备回到天文台内部。就在这时，那个女人似乎用尽最后的力气，抬起头，朝着山顶的方向喊出了一句模糊不清的话。风很大，但我依稀听到了几个字：孩子，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孩子。我猛地顿住脚步，再次举起望远镜，仔细看去。因为角度和距离，我之前并没有注意到，此刻才发现，那个女人用身体紧紧护着的木筏角落，似乎有一个小小的被破布包裹着的隆起物。那一刻，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这大大增加了事情的真实性。那伙强盗为了设陷阱，找一个女人有可能，但再带一个婴儿，成本和风险都太高了。而且，那个女人保护孩子的姿态，不像是伪装。救还是不救，这个抉择变得更加艰难。如果只是一个成年人，我可以硬起心肠，但涉及到一个无辜的婴儿，我的脑海中闪过孤儿院里那些渴望关爱的眼神，闪过生命最初的脆弱。天色越来越暗，寒风呼啸，我知道没有时间再犹豫了。最终，一种复杂的情感，或许是残存的人性，或许是对弱小的本能怜悯，或许只是厌倦了绝对的孤独，战胜了极端利己的算计。我做出了冒险的决定，但我不是毫无防备，我全副武装，将斧头别在腰后，手持长矛，手枪也别在腰后。我没有走正门，而是通过已经初步清理出的泄洪通道，小心翼翼地迂回到靠近那片礁石的山坡背面。我仔细观察了周围水域和树林，确认没有发现其他船只或埋伏的迹象，然后我才快速而警惕地冲向礁石区。靠近后，我看得更清楚了，女人大约30岁左右，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冻得发紫，意识已经有些模糊。她身下护着的确实是一个用旧衣服层层包裹的婴儿，看起来很小，似乎也在微弱的哭泣。醒醒！我保持距离，用长矛轻轻碰了碰她。女人艰难地睁开眼，看到我，眼中瞬间爆发出强烈的求生欲，泪水涌出。救救我的孩子，求求你，吃的都给你。她颤抖着想从怀里掏出什么，却只摸出一个空荡荡的、湿透的小布袋，看来不像是陷阱。我不再犹豫，上前检查了一下婴儿，孩子情况也很糟糕，但还有气息。
别说话，保存体力。我简短地说，然后费力地将女人从木筏上搀扶起来，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抱起那个轻得令人心痛的婴儿。婴儿的啼哭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微弱。我用最快的速度沿着原路返回，从泄洪通道进入了天文台。进去后，我立刻用准备好的重物将通道内部堵死。我将母子二人安置在相对避风的角落，用最快的速度升起一小堆火，拿出干净的毛毯裹住他们，又热了一点罐头糊糊，小心翼翼地先喂给婴儿一点米汤，然后给女人喂了一些流质食物。忙碌了许久，女人的体温渐渐回升，意识也清晰了些。她看着我，眼泪不停地流，挣扎着想跪下道谢。别动，好好休息。我阻止了她，依旧保持冷淡。其实把他们扶进来的时候，我就后悔了。末日之下，我不该有同情心。可是尚在襁褓的孩子，我实在做不到见死不救。我深知他们的到来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可是那个孩子何其无辜！我冷冷地看着他，心中天人交战。就他们已经违背了我最初的生存准则，但事已至此，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我叫林倩，女人虚弱地开口，声音嘶哑。这是我的女儿念念，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这里不养闲人。我打断她，语气刻意保持冰冷。你能活下来，是因为你有个孩子，但要想留下，就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林倩连忙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希望。我会干活，什么都能做，我会缝补、做饭，也懂一些草药知识。我没有回应，只是递给她更多的食物和水。先恢复体力，不要随意走动，这里有很多陷阱。接下来的几天，我严密监视着这对母女。林倩很守规矩，从不越界，大部分时间只是安静地照顾孩子，偶尔帮我整理一些手边的物资。她确实懂得一些医疗知识，在处理念念的轻微冻伤时表现得相当熟练，但我内心的警惕丝毫未减。末日里，信任是奢侈品，我负担不起。一天晚上，念念的哭声格外响亮，林倩怎么安抚都无济于事。我皱眉走过去，发现孩子额头滚烫，显然是发烧了，可能是伤口感染引起的。林倩焦急地说，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可是草药都用完了。我沉默片刻，转身取来我的医疗包，找出抗生素和退烧药。用这个吧。林倩惊讶地看着这些珍贵的药品，手微微颤抖着，眼里充满了感激和渴望。可她摇头拒绝了。这太贵重了，你救我们娘俩，我已十分感激，如今只能看念念的造化了。她说着，眼泪顺着眼尾流出。我知道说出这番话对一个母亲来说多么艰难。孩子是无辜的，我简短地说，内心却对自己再次心软感到恼火。林倩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接过药之后，眼泪还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药物治疗很快见效，念念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安静地睡去。林倩感激地望着我，突然低声说，我知道你不信任我，这很正常，但请让我告诉你，我们的经历也许对你有用。通过林倩断断续续的叙述，我得知她原本是军区医院的一名护士，洪水来袭时正在值班。她的丈夫则是一名军人，可惜在混乱中为了保护他们母女而被暴徒所害。她凭借医疗知识在几个临时避难所间辗转，但资源日益匮乏，秩序崩溃，最后不得不冒险乘着自制的木筏寻找生机。原来她曾是一名军人，那在这极端的条件下，她能带着一个尚在襁褓的孩子活下来，就都说得通了。听到这里，我心里的防备少了几分，或许是天生对他们的信任吧。接下来的日子，我加快了泄洪通道的清理工作，同时开始准备第二个隐蔽的应急藏身处。林倩的身体逐渐恢复后，也主动帮忙。她确实如她所说，勤快能干，而且医疗知识在几次处理我因劳作造成的小伤口时证明了价值。但我依然无法完全信任她。每当她靠近我的主要物资储存点，我都会格外警惕。她似乎也察觉到我的戒备，总是刻意保持距离。一天下午，我正在检查防御工事，林倩抱着小雨走过来，神情严肃。苏小姐，有人来了。我心中一凛，立刻顺着她示意的方向，透过望远镜看向山下。水面之上出现了2艘改装过的快艇，正高速朝着山脚驶来。一共有6、7个人影，还是那群熟悉的面孔。不过眼下他们装备精良，显然这次他们做好了准备来的。只不过这一次，人群中多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江晨。他竟然还活着，竟然还和他们混到了一起，这让我后背一阵恶寒。快进内室！我低吼一声，拉起林倩，抓起应急背包，迅速退入最坚固的观测室内室，并用沉重的铁柜从内部顶住了门。几乎在我们刚完成隐蔽的瞬间，外面就传来了引擎的轰鸣声和嚣张的喊话声，用的是扩音器。里面的人听着，交出所有物资和武器，可以考虑留你们活命，抵抗只有死路一条。我没有回应，心脏狂跳。林倩快速地将念念安抚哄睡后，将念念藏在了休息室的角落里。随后，她顺手也拿起了身旁的武器，眼里满是坚毅。别怕，我和你一起。我没有说话，外面的人显然很不满意我的回答，
他们用新带来的武器进攻着我们这里最薄弱的地方。这一次，他们很快就把窗户砸出了一个破洞。我手里紧紧地攥着那把手枪，可是它已经没有子弹了。我不会安装，但是由于我内心对林倩的不信任，至今林倩还不知道我手里的这把秘密武器。就在我考虑要不要寻求林倩的帮助的时候，她已经递过来一个简易的燃烧瓶。我数3、2、1，你就扔，扔不准没关系。我接过燃烧瓶，指尖触到冰凉的瓶身和粗糙的布条，心脏在胸腔里擂鼓。林倩的眼神异常镇定，她快速用打火机点燃另一个燃烧瓶的布条，火焰瞬间窜起，映照着她坚毅的侧脸。3、2、1，我们几乎同时将燃烧瓶从破窗处奋力掷出，玻璃瓶划过弧线，砸在下方平台上的人群附近，轰然炸开2团火焰。着火了！妈的，他们竟然还有这东西！外面顿时一片混乱，惨叫声和怒骂声交织，汽油流淌燃烧，暂时阻挡了他们的进攻路线，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燃烧很快会熄灭，而对方的火力远超我们。我听到江晨声嘶力竭的喊叫：“苏小暖，是你！小暖别负隅顽抗了，把物资交出来，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我或许能保你不死。”他的声音充满了虚伪和急切，令我作呕。我咬紧牙关，没有回应。情分？我们之间早已只剩下你死我活的仇恨。外面的人听到江晨的话，突然放松了下来，开始调笑：“喂，小江，你还真是桃花运不错啊！这里面这个烈的也是你的女人啊？”“是，她之前是我未婚妻。”江晨点头哈腰的对着其中一个男人陪笑：“上一个还不错，这个你要是还能献给我们，算你头功一件。”我听着外面的人恶心的话语，手止不住的颤抖。江晨竟然把他的新欢当做了末日中求生交易的物品。林倩适时地握住我的手，坚定的目光莫名让我感到平静了许多。或许是这几周的相处，我的内心早已对他卸下了防备，或许是此刻我太想让江晨付出代价了。在我们第二次扔出燃烧瓶后，我把自己最后的秘密武器交给了他。林倩震惊地看了我一眼，但也来不及多说，她快速地把子弹上膛，动作利落。我数3、2、1，你再扔一个燃烧瓶。她十分冷静地对我说道。我点点头。3、2、1，随着燃烧瓶的落地，几声枪响也紧随其后。许久，外面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林倩也有些手抖，我和她背靠着墙壁，缓缓蹲下。过了好久，她才缓缓开口：“苏小姐，我老公就是被他们杀了，这一次我又要谢谢你了。”“是我要谢谢你，这一次如果没有你，我可能……”我竟然开始有些庆幸自己当时的心软，好在一切都结束了，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